大家好，我是九哥，咱们先看视频。各位跑车的兄弟们啊，不管你们是开网约车的，还是跑货运的呀，原本以为只要我们愿意当一个普通的牛马呀，不怕苦不怕累，就能够生存下去。可是现在资本啊，根本就不给我们机会啊，一种危机感悄然来临啊。最近无人驾驶的网约车上线了，大火呀！多少人去打这个无人驾驶的网约车啊？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网上居然爆出10公里只要3.9块吧！这个价格，让司机去接这种单，他会干吗？有钱赚吗？而且这种无人驾驶，它可以24小时不停的工作，网约车司机可以吗？猝死的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还少吗？怎么跟他们去比？打价格战比不过，拼精力比不过，怎么比都比不过呀。但是回过头来一看，这个价格，无人驾驶的汽车有利润吗？估计啊也是无利可图。难道资本真的只为赔本赚吆喝吗？无人驾驶的到来啊，我估计货运也不远了。在不久的将来啊，可能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通通下岗失业啊，他们又去往何处呢？那些中年、老年，像这个年纪啊，去找工作，外面还要吗？早就听说 AI 是要替代程序员的事情了，但是现在 AI 真正落地在已经严重饱和的网约车行业里面了，大家就不要再说打工人占了便宜，也别说打车更便宜的事情了。当威胁到你自己工作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事情的严重了。现在啊，中年人的退路啊，眼看真的是又少了一条。无人驾驶的罗伯快跑网约车呢，现在已经跑出了600万个订单啊，也就是说呢，本来应该能够养活普通家庭的600万个网约车订单呢，现在是被一个公司全部拿走了。在武汉已经投入了1000多辆无人驾驶车，而且一个车子一天可以接超过20个订单。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一个有人开车的出租车司机，一天不过也才接20个订单。也就是说呀，现在的无人驾驶呢，已经跟有人驾驶的订单量是扯平的。那么在广州的网约车一天接单量也才不过15到18个订单这样子，一天收入不过是300到400块钱。一个司机完全不休息哦，还要往死里跑，一天要跑个12到15个小时，一个月收入不到1万块。那你还有这个开支成本在里面呢，算下来真正收到多少钱呢？网约车这个行业里面说是已经达到了这个严重的饱和状态了，都奉劝大家不要再进这个行业了，不要再进来了。那么现在呢，不单单是人力饱和的问题了，还有你们最喜欢的 AI 机器人来跟你们抢这一份本来很少机会的工作了。机器人是什么概念？全年不眠不休的机器啊，机器人24小时在线，不吃不喝不废话，还不要任何的福利，你只需要给它充电，它就已经很满足了，而且不需要开工资，价格还很便宜呢。听说啊，1公里才几毛钱。那么像我们这些人工的出租车司机呢，这个收费呢，1公里是2块钱到3块钱的。我就问哪个出租车能干得过他们这些无人驾驶的？如果说这个武汉的这个罗伯快跑的试营点啊，一旦能够盈利的话，我想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复杂了。很多这些资本大佬们啊，都将会加入这个行业。不要忘了当初的共享单车的这个状态，多少家大型的平台在抢地盘啊！如果说萝卜快跑赚钱了是吧？那么其他一些大佬有钱的都会蜂拥而上的进入这个行业里面，尤其是这些1、2线城市了。大家平时可以留意一下，
车站、商场的出租车司机亮着灯的，他们也许一天只能接到1单、2单、3单，等到无人驾驶车疯狂的抢地盘的时候，再疯狂的补贴。那么出租车和网约车呢，将会瞬间全部被替代了。在中国，外卖、快递、网约车是被誉为铁人三项，是很多失业中年人最后的一道救赎了。一旦无人驾驶出租车形成规模，那么接下来就是无人快递车、无人扫地车，还有无人外卖车。那么我们这些底层人的工作机会呢，都将会被这些 AI 机器人所替代了。如果说我们连这些工作机会都失去的话，那么我们还能去干些什么呢？这种需要复杂的人力工作都已经被这些机器人所替代的话，那么像这些无人直播、AI 水眼酱啊、机器人炒菜啊、机器人维修啊，这些通通都将会被替代了。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嘛。我承认科技让生活会变得更美好，但是科技不是让这些资本家大佬来跟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去抢饭碗吃的吧。武汉的一位30多年老出租车司机，他说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种无人驾驶出租车啊，这么快就被这些普通的市民能够去接纳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他的出行成本确实是太便宜了，6公里才需要4块钱呐。那我们正常人工驾驶的话，6公里的话去到20多块钱的。那像我们传统的思想的话，老百姓可能会觉得啊，无人驾驶你敢去做吗？但是没想到我们中国人这些老百姓接纳这个新鲜事物这个速度和能力呢，真的是太强太快了，出乎所有人的一个预料。所以说呀，这个新鲜事物想要迭代更新，想要打败一些传统的一个方式呢，有的时候呢，真的是闪电般的一个速度啊，太惊人了。在网上可以查到一个数据说，在2025年呢，无人驾驶出租车呢会被量产，那就是意味着什么？现在的武汉是属于一个试运行的一个阶段陆陆续续呢可能会有很多这些城市啊，就出现这个无人驾驶出租车了，去替代一些传统的一个出行方式了。这样子就意味着什么呢？可能最先失业的这个人群呢和职业呢，就是这些出租车司机了哈。老的传统出租车司机，再加上一些灵活的一些网约车司机啊，都有可能会被无人驾驶车辆全部被替代了。那么大家可能知道这2年网上的一个数据就是我们中国因为现在的一个失业率嘛比较高灵活性就业人员的一个人群呢，这个数量呢是有2个亿的，大部分呢集中是在外卖啊、骑手和网约车司机去了。这2个赛道当中如果是无人驾驶出租车大量投放到市场当中去的话，有可能要面临几千万甚至更多人面临就是要丢掉饭碗。我们有的时候呢也想这个科技进展的这个速度呢，能不能给这个普通老百姓一个缓和和一个过渡的时间。看到在评论区有网友留言声称他说无人驾驶出租车它的合法性呢现在还是存在一个质疑的。那么我们很多老百姓都知道一个驾驶员如果说他自己的身体素质比如说有这个色盲等等如果让这个交警查到的话，他都是要受到这个罚款的，这些都是不规范的驾驶嘛。那么这些无人驾驶出租车呢，它如果在运行过程中呢遇到这个交通违章的一个事情的话，到最后这个交警是怎么定性的呢？这些目前来说还全部都是有待考证的。有的时候你不去适应时代进步的一个步伐呢，接下来你只能被整个时代所淘汰了。